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在初期批判海瑞罢官等清官戏的时候，有一种奇特的观点：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清官是统治阶级长期利益的忠诚代表，他们的清廉具有欺骗性，目的是掩盖阶级矛盾，消除革命的威胁，使反动的统治能够长期稳定。因此他们比贪官更可怕，而贪官能够揭示反动的本质，激化阶级矛盾，加速革命的到来。所以从革命的角度来看，清官比贪官更坏。这种极左的观点显然是非常荒谬的。从常识来看，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清官肯定比贪官要好。如果一个制度能够普遍产生清官，那么这应当是一个好的制度，没有必要因为不能通过革命来推翻它而感到懊恼。而应该推翻的是坏制度，自然是那些满是贪官的制度。怎么可能会有清官更可怕的问题呢？但这只是老百姓的想法，过去的统治者往往倒真是讨厌清官的，尽管他们通常都不这样说，而且都喜欢树立清正廉洁的榜样。尤其儒家理论总是强调官员德行的重要，而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常被当作立德的通俗口号。然而我国古代政治素有儒表法理的传统，口头上说的是儒家理论，但实际中却遵循的是法家的规则，这就是所谓的百代都行勤政制。法家是极端的现实主义，他们对于仁义道德这些抽象的概念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只有大权在握才是真实的，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既然权力是个好东西，那么人人都想要，可不能让别人偷走。因此法家非常重视防止他人篡夺权力的技巧。韩非子甚至认为，即使是妻子和儿子这样的亲人也不能完全信任，那么其他人就更不可信了。他认为父子夫妻之间也可能会有矛盾和怨恨，这都是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私心。既然连父子夫妻之间都不能完全信任，那么一般人之间的仁义忠信就更不可依赖了。在法家看来，唯一可信的就是法家认为，人类社会就像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权力竞争场，上古的人们在道德上竞争，中世的人们在智谋上竞争，而现在的人在权力上竞争。因此，君王在安排政治事务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顺应天意，满足民众，实行仁政，而是如何确保自己的大权在我，控制重要的事务，强者主导，防止权臣篡夺权力，君位架空，以免法术势失灵，危机家天下。于是由性恶论和权力中心主义推导出的行政安全至上就成为了吏治的首要原则。法家的君主当然也希望他的臣僚能够清廉公正得民心，但绝不会把行政正义放在行政安全之上。他们通常认为臣下的忠顺比清廉更重要。然而作为性恶论的信奉者，法家实际上并不相信在君臣关系中真的存在信仰和忠诚。韩非就曾多次说过，臣子对于君主没有骨肉之亲，只是迫于权势而不得不侍奉。臣下之所以不杀害君主，只是因为党羽没具备，没条件。他还举例说，佣工之所以卖气力给主人干活，不是因为他们爱主人，而是因为活干得多可以多赚钱。同样，臣下之所以为君主效力，是因为他们期望以此获得财富和地位，而臣下之所以不背叛君主，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杀头啊。所以如果一个臣子既不图富贵又不怕杀头，那么他在君主眼中就有造反的嫌疑。儒家天真的提倡那种不贪财不怕死的海瑞式人物还是少一些为好。韩非明确地说，如果一个臣子既不怕严厉的惩罚，也不被丰厚的奖赏所动，那么他既不能通过惩罚来约束，也不能通过奖赏来驱使，这样的臣子是无益的，是我要避免和排除的。法家的思想家就是这样证明了清官更可怕。换句话说，海瑞式的清官在儒家看来是吏治的典范，但在法家看来是吏治的毒瘤。在现实的吏治中，海瑞式的清官之所以罕见，在儒家看来是因为理想太过完美，曲高和寡，大音牺牲；而在法家看来，没有海瑞才是理想的吏治，有一两个海瑞被视为无义之臣，如果有更多，那就是危险的信号了。总的来说，在传统政治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机制，那就是人们被诱导去追求利益和享受以权谋私，而放弃道德自律。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这样的故事。
在齐景公统治时期，晏子被委派治理东阿的重任。最初3年，他廉洁奉公，不接受贿赂，不让私利牵动自己，将杯池之中的鱼分给平民，让百姓免于饥荒之苦。然而他却遭受了君主的严厉惩罚，被警告称如果再这样做，就要杀你的头。于是晏子开始改变作风，从第4年开始，徇私纳贿，欺下媚上，趋炎附势，加重赋税，将杯池之中的鱼送进权贵家庭，导致府库空虚，饥者过半。然而君主却反而大加赞赏他，说你治理东阿做得非常好。有人分析这个故事时，认为原因在于受仁政之惠的老百姓没有发言权，而受恶政之利的权贵垄断了信息通道，因而君主得到了错误的信息，这当然是原因之一。然而重要的是，如果君主知道了真相，他就能奖励清廉，惩罚贪官吗？从儒家的观点来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但如果从法家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会怀疑你是在劫己孤欲，向民众示好，以彰显君主的错误。其实这个逻辑很清楚，虽然在理想状态下，官吏、君主和民众三者的利益应当一致，但如果三者的利益出现冲突，那又该怎么办呢？儒家从宁伪君也不伪道和民贵君轻的观念出发，认为应当舍己为民，为民众着想，即使这意味着要违背君主的意愿。无论在实际中是否能做到，起码理想如此。法家坚信，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为民众而违背君主。他们从人性本恶的观点出发，不相信官员会真的舍己为君，就如同不相信他们会舍己为民一样。他们只认为官员是出于自身利益而为君主服务，因此为君主违背民众，在逻辑上只能被理解为为己害民。既然为己害民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不畏惧严厉的惩罚，不受重赏所动的清流就被视为无益，甚至是有害的。那么儒表法理对官员道德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儒家信奉道德教化，却忽视了制度防范，并且还推崇小圈子和特殊主义，这显然不利于改善吏治。法家针对性地强调了分权、监视等制度，并以普遍主义的原则打破了小圈子，这看起来似乎有利于改善吏治。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法家的这个2个政策并不是以民权为本位的，而是以军权为本位的，因此他们主要考虑的不是行政正义，而是行政安全。这就决定了这些制度设置和普遍性原则不仅对于讲廉惩贪的作用有限，甚至还产生反作用。明朝的儒学大师黄宗羲对此曾经有一针见血的见解。他说，法家的法就像是把天下藏在一个箱子里，也就是说，他们把天下置于一家一姓的私囊之中，他根本不考虑到臣民的权利，使得天下的人不能为自己谋私，不能为自己谋利，而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样的立法使得利益随着权力的集中而集中，利益不愿意流向下层，福祉必然会积聚在上层，这自然就导致了一种为了追求利益而窃取篡夺权力的风气。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权力和利益在哪里，儒家每天都在紧张地关注着，担心权力和利益会被滥用。于是君主只能用一个人，但会怀疑他是否自私，然后再用另一个人来制约他的私心，让他做一件事，但会顾虑他是否欺君，而后再设立另一项措施来防止被欺骗。因此他的法令必须制定得非常严密，但法律越是严密，世界的混乱就会从法律中产生，这就是所谓的非法之法。黄宗羲批判的就是法家的人性本恶论、权术欲沉论和法家式的法治，作为专制制度下只做不说的一种厚黑学。它与现代民主政治下的人性局限论、权力制衡和法治理念完全相反。正是这种思想导致了清官可怕的阴暗心理，更使得海瑞东林式的清流轻易无法立足，而贪官污吏却肆无忌惮地横行世间呢。在儒表法理的状态下，法家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实际上比那种只存在书本上、往往只说不做的儒家传统要大得多。更何况有2个因素使得它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首先，我们的国家在10年灾难期间曾经专门进行了多年的批儒养法，大规模地普及了韩非的学说，这在中国历史上对于通常只做不说的法家来说恐怕是前所未有的。
它与文革之初关于清官可怕的公开宣传相呼应，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形成了那种鼓吹依靠家奴消灭清流的雍正主义。其次，法家的那一套厚黑学式的性恶论、以私治私、法治学说，再把君主还是民主、皇权本位还是人权本位的根本区别抽掉以后，很容易与现代政治理论中的人性局限假设、分权制衡论与法治主张混为一谈。在如今人们都在谈论法治的时代，有些人，包括一些文艺作品，用韩非式的法治来偷换现代宪政法治，这种危险是我们不能忽视的。